这个是粉彩条，从点状、羽状到比较长线条的，所以这里面我一共示范的就是有水彩打底，它在这里的呈现是这样。那不打底，它的状况是这样。是假设如果我都不购买任何工具，那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更梦幻的效果。绘画技巧示范以及各种颜料工具的开箱，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你才不会错过哦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V 的艺术笔记。最近有朋友呢问我一些关于粉彩创作的问题哦，我一次整理起来做这支影片，然后会介绍给大家粉彩创作的时候常用的一些技巧。那我这次用的这个纸材呢是法国康颂的粉彩纸，这是大家蛮常用的哦。技巧呢，第一个部分就是线条，像这样子呢，我们用它的边缘哦，轻轻的画到它会是这个样子。那如果你想要长一点的、宽一点的呢，你就可以用侧边这样子画。那或者呢是用它的侧边，这样的线条就比较大的一个面积。那如果是粉彩笔的话，它所画出来的线条就是这样子。好，然后如果我要宽一点的呢，你就必须要这样的方式。这样才有办法画一个比较宽的线条。那如果你要画这么大的面积的话，那你就必须要把它就是用渐层的方式，像这样子画呢，是蛮耗时间的。而且有时候因为力道的关系呢，你就会有深浅不一的这个状况哦。所以如果你想要画一个大面积啊，颜色要比较均匀的话呢，建议还是用像这样子的粉彩条呢会比较适合。像刚刚这样子已经刷上一层颜色之后呢，那我们再拿另外一个颜色把它刷上去，然后只是刚刷上去，我们还没有做混色，它就有这样的效果，其实是非常漂亮的。然后我们再用手指头把它轻轻的推开，这样子的感觉跟这样子的感觉呢，又是完全不同的味道。那假设如果你希望你的颜色呢，让它再明亮一点，你还可以再往上面再加色。我这是用粉彩条哈。假设如果我今天是希望就是用粉彩铅笔的话，我要来做混色的时候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样子。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哈，因为我原本红色的部分呢，我就是由这边深排到浅，所以这边这样画过来的时候，大家也可以看到它这个渐层的变化。所以假设你要混色的话呢，你完全不推开，会是这样子的一个笔触。把它推开的时候，这样的效果，它隐隐约约还带着一些笔触，不知道大家看得出来吗？它还有一个一横一横的一个笔触在。那这样的呢，它就完全没有一横一横的铅笔的这个粉彩铅笔的笔触。在混色的时候呢，还有别的工具可以使用啊，像这种宣纸纸笔啦，或者是这样的刷子啦，哈，这样子的橡胶的一个工具笔，其实都还蛮好用的。那假设用纸笔的话呢，在这个地方我渲染给大家看。一样是轻轻推开，它可以代替手指。那你力道的轻重呢，也会让它这个混色的效果有所不同。大家可以看得出来，它一样是略略带有一种笔触的感觉，它是像这个样子。再来一个部分呢，就是用这个。如果你是用像这样的橡胶工具呢，然后你轻轻的把它压开、推开，做混色的话，你也会看到这样有一个类似像笔触的。排列的一个笔触的效果。那如果说我是把它用圆形的这样的推的过程当中呢，刚刚的那个横线的笔触呢就会消失。刷子的部分呢就是这样子，你要直直的压推开，或是用侧边这样推开都可以哦。有部分沾到刷子上了，但是它更均匀的推到这个纸张里面了。那如果说呢，你是直直的这样子推。所以这两个都是用刷子的，只是这个用边边，这个是直立的，那它画出来的效果是长这样。短笔触呢有像这样子的点点，然后呢也可以是长一点的，甚至是更长的。这样在我们眼睛的视觉上呢，它会有制造不同的效果。那你可以两个颜色混在一起呢，也可以用3个颜色。
那叠完这样的颜色呢，你可不可以再把它加回来？可以的哈，可以再把它加一些回来。这是从点状到羽状哈，长线型的这样子的一个混色。那如果是粉彩铅笔的话呢，你一样可以点出点状的，但它的点状就更小，非常的锐利哦。它在这个技巧的应用上哈，线条会变得比较明显。这个是粉彩条，从点状、羽状到比较长线条的，跟粉彩铅笔它所创造出来的这个笔触啊，好跟颜色是不同的。那所谓线条交错呢，就是指假设你画了一些长线条，然后呢再用另外一个颜色。然后甚至呢，还可以用别的第三个颜色。那在这样的线条过程当中呢，你会看到它有达到一个混色啦，又有原来颜色的一个效果在这里面哦。那如果我是用粉彩铅笔呢，粉彩铅笔比较容易做出线条。我用一个比较不一样的颜色哈，叠给大家看，大家可以看得出来，它的颜色会是变成这个样子。在不同的层次之间露出它原本的颜色，那在某些地方呢，又可以达到一种混色的效果。有的时候呢，我们也可以透过另外一种交叉线，就是不同方向的交叉线，也可以是相同方向的叠色，或者是不同方向的叠色。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，它的效果就会长这个样子。它跟这样子的一条一条比较均匀的排列，它所制造出来的这种秩序感，跟这样子的一个比较跳动的感觉，这样的笔触又是完全不同的趣味哦。我们刚刚有讲到哈，就是你可以用它的侧边来画画。那画画的过程当中，你可以这样子来回几次，你也可以透过你的力道的这个大跟小，好，可以让薄涂的部分也可以再加上去。那当然，它也会跟这张纸的肌理有关系，会创造出一些肌理出来。薄涂呢，你可以直接轻轻的涂上去，也可以用手指呢，再来稍微把它晕开，好，它会是像这样的一个效果。我们也可以善用我们的软橡皮哦，我们就是把它这样捏，好，捏的稍微有一点点，你大概想要擦出来的一个面积的大小。稍微小一点，然后呢，就是可以这样子轻轻的把它擦掉一部分，可以多擦几个，在你想要制造云彩的地方。那像这样子呢，用擦的方式哈，让它的底色露出来，它所显露出来的这个趣味又是不同的。当然，你可不可以在这上面再做颜色呢？也是可以的哦。你这时候可以用粉彩铅笔呢，好，再稍微把它轻轻的勾勒一点点。这个形状出来，好，它就会变成另外一种不同的趣味哦。画一只比较简单的蝴蝶，然后画上去之后呢，你就会觉得，哎，这样子的感觉呢，它是比较锐利的。那如果你想要的是一种比较朦胧的感觉呢，这时候你就可以用你的纸笔，然后把它边缘稍微轻轻的推开。做一个比较简单的混色，然后并且把边缘线呢把它模糊掉，再把它做一遍。如果你觉得你还想要更朦胧一点的话，这样子的晕涂法涂上去之后，随着你的次数，它会越来越朦胧。那底下的地方呢，是我故意留下来让大家做比较，所以一开始它这个线条带出来的部分呢，我刚刚没有把它晕染开，那上面的部分就是我已经大概晕涂了3次，就会类似像这样的效果。你可以先用水彩呢，先这样子把它稍微渲染一下。大家在上这个颜色的时候呢，记得水尽量不要太多哦。有些人喜欢完全干的时候，或者是也有一些画家他喜欢用半干的时候，他就把粉彩叠上去了。所以呢，这个都可以看大家喜欢什么样的感觉，都可以去尝试看看。它的隐隐约约就露出下面的颜色，好，就是你打底的颜色。
那我把这个颜色刚好画在有打底跟没有打底的地方，都给大家看看。那你这个过程当中呢，你当然也可以再叠色咯。所以这里面我一共示范的就是有水彩打底，它在这里的呈现是这样，那不打底它的状况是这样，然后这里呢是水彩还没有干的时候把它叠上去的，那在上面的这个地方呢是等干了之后，就是水彩干了，粉彩也干了之后再画粉彩上去的，所以这里面有这几种状况啊。那我们可以自己做出这样的一个效果，就是假设如果我都不购买任何工具，那你手边有一些粉彩的话，你可以自己剪一些纸样哦，像就是爱心啊，或者是星星之类的，你喜欢的。我们会有几种做法哈，你把它放上去之后呢，你可以用颜色在它的周边把这个颜色画上去，然后你再用你的手呢把它推开。打起来的时候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可爱的一个爱心的形状哦。好像这个样子。好，那还有一种方式呢，就是你一样呢把你的纸样放上去，然后呢拿着你的粉彩呢，你喜欢的颜色，我们也可以用就是美工刀，然后呢轻轻的把这个粉哦刮上去，这样子让它洒落在它的周围。然后如果你想要它的配色更梦幻呢，你还可以多挑几个颜色。在刮的时候不要太用力，然后尽量让你的力道呢是比较均匀的，这样下来的粉末呢跟使用这个和谐粉彩的工具会比较相近。我们把粉末放在这画面之上了之后呢，然后再把它这样子推开，然后你就会得到另外一个爱心，它会是这样的一个效果。那当然如果说你想要再加颜色可不可以呢？可以的，一样哦，用手再推一次，那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更梦幻的效果哦。那像这样子呢，如果中间有一些粉末你想让它画面稍微干净一点，你就可以拿软橡皮呢把它稍微吸附起来，比较干净一点，然后这样子效果也是蛮有趣的。更进阶的会在下一次的影片当中介绍给大家哦。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艺术小常识，或者是绘画的技巧，欢迎留言在下方，我会尽快做影片提供给大家参考哦。